我的夫君是个有名的病秧子，我与他成亲3载，不曾有过越界之举。他温润如玉，时常拖着羸弱的身躯，躺在软榻上看书写词。我望着他这脆弱的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模样，郁闷的不行，忍不住质问系统，不是，就他这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你告诉我他以后会是人人喊杀的大魔头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安啦安啦，宿主只需要按剧情走，达成早死白月光的成就，就能获得大量财富回归现实哦。系统安慰我。话音刚落，我那羸弱的夫君眼唇咳嗽起来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仿佛咳嗽对他来说是件非常要命的事。系统试图找补，虽然，但是人不可貌相。下一秒，楚怀之昏迷了过去。系统，我习以为常，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3次昏迷了。我请来医师，娴熟地为他用下汤药。他在夜间醒来，见我趴在床前浅眠，伸出如玉竹般修长的手指，轻轻描摹我的眉眼。在我醒来之际，又跟触电般的收回，有些无所适从，只好向我扯出一抹笑。阿英，苦了你了。他的眉眼在烛火下满含温柔，常年抱病在屋，肤色冷白如玉。楚怀之出身簪缨世家，是个足够惊艳的病弱美人，生得极为漂亮，在这名士风流的时代里，仍处佼佼之位。当然，我能顺利嫁给他，要归功于他这常年抱病的身子骨。成婚当夜，楚怀之在下人的搀扶下步入婚房，掀开我的红盖头。他神色晦暗不明，看不出喜怒，只低声向我道歉。抱歉，怀之身患重疾，恐无法与姑娘行周公之礼。我从未见过生得如此漂亮的男子，不由擦了擦嘴角。无妨，我嫁给公子也不是为了这个。楚怀之注视着我，抿唇轻笑。我尴尬不已，好吧，不全是，但公子请放心，我能克制。于是我守了3年活寡。为了让剧情能顺利进行下去，好领奖励回家，我决定努力将他医好，便整日跟在为他疗养的医师身后学习，闲时研究医书，同医师上山挖草药，在院落种下排草药，亲自为他煎药料理。楚怀之似乎对我的举动很不解，我与你并无恩情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虽出身名门世家，却因身子骨虚弱不受家主待见，久而久之，下人也由最开始的怜悯转为习惯与冷漠。我答出标准答案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可尽管我已经尽心照料，他的病仍未有起色。这也没人告诉我，攻略任务是先守一辈子活寡啊。日子久了，我开始忍不住盘算他什么时候死，过不了剧情，卡 bug 也行啊。系统温馨提示，若攻略对象病死了，您的任务只能算失败哦。兴许是我跟医师走得太近，府内开始出现流言蜚语，都传楚怀之不行，我耐不住寂寞，出墙了医师。楚怀之听到，面上仍旧云淡风轻，转头对我说，阿英若是喜欢，未尝不可。我且睁只眼闭只眼。我摇摇头，阿英跟医师只是为了学习医理，更好的伴君左右，从未生过男女之情。良久，楚怀之忽然拉住我的手，将我拉近，埋手进我怀里，像个无助的孩童一般，轻声叹息。那你要伴我一辈子。流言不知怎么的传到家主耳里，家主雷霆大怒，我被人带进厅堂。医师早已跪倒在地，瑟瑟发抖。大人，少夫人平日只向奴讨教医理，从未有过越界之举，奴与少夫人是清白的。我也跪倒在地，望父亲大人明鉴。跪在我身旁的还有人证，是平日打扫院落的嬷嬷。他们在胡说，奴婢分明看到少夫人与医师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。可怜少爷自幼抱病，还要受这无妄之灾。家主望向我，不怒自威，你作何解释？我刚要开口，清绝冷然的男声从外传来，打破僵局。我信他，向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楚怀之能到场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包括我在内。他眼唇轻咳2声，对家主说道，阿英整日伴儿子左右，与医师来往，不过是学习医理，从无越界之举。我仿佛看到救命稻草，这哪是大反派，
这分明是小太阳。楚怀之一袭青袍，身姿修长清瘦，仿佛刮来一阵清风，就要虚弱地倒下。他将我从地上扶起，苍白的指节冰冷得不像话。他背对着家主，轻声宽慰我：“阿英无罪，何须跪在地上？”说着，薄唇勾起冷然的笑。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跪地的嬷嬷。嬷嬷是何时看到少夫人与医师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的？嬷嬷冷汗直冒。初八那夜，奴婢确确实实亲眼所见。哦，那夜我身有不适，娘子衣不解带，彻夜悉心照料我，未曾离开半步。楚怀之拉紧我的手，给足我安全感。府内从无夜间扫院的规矩，嬷嬷又是缘何到我院落，亏我院中事宜。嬷嬷脸色瞬间苍白，哑然。我也哑然。那夜我确实与医师有来往，原因是他发现了一味新药引，欣喜之余迫不及待来告知我。没想到被嬷嬷偷偷撞见，就成了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。姿势体大，嬷嬷被罚杖20，贬作净房奴役。我搀扶楚怀之回院落，想为自己做解释，他却松开我的手，轻声打断我：“阿英不必多言。”话语间，他微微垂下眼，眸底掠过无尽的低落与苍凉。我曾说过，阿英若是喜欢，未尝不可。你别多想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夜我却与医师碰面，不过是因为他发现了一味新的药引，对你的病情有所帮助。他抬眼看我，笑了笑：“是吗？”语气是温和的，眼底的寒光却从未消散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，心里的不安告诉我，这是不简单。楚怀之是个清心寡欲的人，似乎对什么都没有追求。嫁给他的第1年，我花了许多时间做考察，跟下人了解他的喜好禁忌，但无一例外，所有人都给不出答案。看来，这位病弱少爷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府邸内没有任何存在感，没人愿意效忠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主，而他也习以为常。我也理所应当地担负起照料他的责任，希望能借此与他亲近一些。但面对沉默寡言的楚怀之，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缓和我们之间的僵硬气氛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相顾无言，直至迎来我到这个世上的第1个新年。我买来红灯笼装饰常年冷清的院落，又拿出我拙劣的绣工，绣了个勉为其难看得出来是红包的绣包，最后往里塞了几枚铜钱。楚怀之和平常一般，按时上床歇息。我合上窗户，点燃烛灯，烛光充溢整个屋子，驱除阴冷的黑暗，光亮所及之处皆被暖意取代。怎么还不睡？他对我的举动十分不解。我将烤炉搬进来，将暖气留在室内。我要守岁。兴许是看不下去我忙活的样子，楚怀之坐起身子：“我陪你。”熬到新年的到来，我才拿出绣好的红包递给他：“新年快乐。”楚怀之接过以后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给你的压岁钱。”我笑着解释：“驱除邪祟，保佑平安健康的意思。”看他一脸茫然，我有些吃惊：“你没收到过吗？”楚怀之低下眼，视线落在我绣的红包上，指腹轻轻摩挲着上面的绣字：“不曾有人真心祝福过他。”我对他说：“那往后每年我都给你送一个，愿你往后过的每一年都平安喜乐，早日摆脱病痛。”楚怀之原本清冷的眼眸染上暖意。“好。”怀之有个不情之请。我疑惑：“什么？”他长指捏紧红包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可以只给我送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可以。本来我在这世上也没有第2个能送的人了。”回忆到这里，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我的夫君不对劲。楚怀之根本就没有我想的那样无欲无求。从那以后，医师再也没有出现，府邸内又来了新的医师，接替他的职位。眼瞅着发现新大陆，我怀揣着任务有所进展，马上就能回家的喜悦。我疯狂召唤系统，系统，它是不是快原形毕露了？我是不是快能回家了？系统冷笑：“你确定？”我顺着他的话望向不远处，站在树前欣赏落花的楚怀之微微弯下腰，为婢女捡起落在地上的铜钱。“这枚可是你的铜钱？”“多谢少爷，
这枚铜钱正是奴婢的。婢女小脸红润，娇羞地道完谢，便匆匆跑开。我拾金不昧，这能是大魔头该干的事？攻略任务没有进度，就意味着我永远也回不了家。我心存疑虑，决定去试探一下他，探探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。想着，我抬步走向他，假装无辜地试探他。夫君，院子里什么时候来了个新的医师？之前那位呢？楚怀之素来温润斯文，不愠不躁，看我时眼底常常带笑，使我如沐春风。父亲素来疑心深重，府内谣言四起，恐不会留他继续在府内效力。他抬手捡起落在我发上的花瓣，平静的语气中透出一丝无辜。阿英可会怨我无能？当然不会。我身体僵了僵，面上发烫，有些无所适从。楚怀之的长指拂过我面颊，最终停留在我下颌。俊颜忽然凑近我，幽淡的药香逼近。阿英可是在心疼他。他眼底掠过一抹失落，用着百般纠结却又绵软无力的语气对我说，如若阿英为之心疼，我搏上一命，也要为阿英将医师换回来。我有些招架不住，紧张得手抖脚抖，大声在心里呼唤系统。系统，接不住他的戏咋办啊？然而系统杳无音信。考验临场应变能力的时候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毕生最佳演技，猛地后退一步，掩面哭泣。夫君怎么能这么想？我找医师不过是想问清楚那味药引的用处，好助你早日康复。我一边矫揉造作，一边倒打一耙。你却误解为我担心医师，分明你也不信我，是不是？楚怀之愣了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闹这么一出。他动了动唇，不曾不信你。说着，又伸手将我拉入怀中，抬手轻抚我的背脊，抱有几分不确定地问我，阿英，你心里当真有我吗？他像个备受冷落的孩童，委屈又无助。你感觉不到吗？我反问他。他笑得淡然，仿佛在说一件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事。怀之自明辨是非起，不曾再感受过真心，曲意逢迎常有。上至父母亲友如此，下至家仆亦如此，那么阿英待我有几分真情，几分假意？楚怀之语调温柔，又似裹了层密的薄刃，刺得我背脊生出寒凉，竟不知该怎么应对这种局面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已经轻笑出声，用着无比轻松的语气为我解围，不必紧张。阿英的真心，我不曾怀疑。言罢，微风四起，他执起我的手走向室内。楚怀之的话语举止更加验证了我心中的猜想。告发我的嬷嬷是二房的心腹，向来跟大房不对付。尽管楚怀之常年抱病，卧床不起，他们仍视之为眼中钉，肉中刺。楚怀之替我说话，无非是想借家主之手除去隐患。至于为什么偏偏让嬷嬷撞见我跟医师会面，因为他想除去的人还有医师。可为什么会是热心救治他的医师呢？因为这个口口声声阿英若是喜欢未尝不可的病弱公子，绝不会容许任何不利于他的因素存在。皇帝昏庸残暴，奸臣当道，胡人挑准机会进犯，官兵挨家挨户征兵打仗，巷子里的孩童唱着童谣，唱得人心惶惶。但这都跟久病卧床的楚怀之没什么关系。他一如既往地卧在软榻上看书，花开花落，与世隔绝。隔绝到胡人攻进都城的那一刻，皇亲国戚被迫逼退往南边。各府官眷早已收拾细软，也坐上马车往南边逃去。我们也不例外。路上奔波劳碌，家主不是很待见楚怀之，下人自然也不会悉心伺候。我们的马车跟在长长的队伍最后面，偶尔我也会听到些许闲言碎语。带这么个病秧子出行，也不知家主怎么想的，这不是拖累大家吗？你小点声，若让主子听了去，小命还要不要了？听了又能奈我何？放心吧，这路上奔波劳苦，他这身子骨吃不消的，哪天死在路上了也不一定。我听到以后，气得想起身出去斥责他们，被楚怀之捏住手腕，他手指苍白冰冷，凉意从他指尖渗进我的皮肤里。他们真是太过分了，再怎么样你也是他们的主子。我实在气不过，忍不住抱怨。楚怀之习以为常，
朝我轻轻摇头，不可冲动。说着，低下眼，眼底透着无尽的落寞。他们所言不无道理，常年的病痛缠身，他也在等待死去的那一天。我试图安慰他，也不一定，说不定你比他们还长寿呢。其实受家谱影响，我也有点担心楚怀之会猝死。万一他死了，我不仅面临任务失败，还有可能会被家主嫌累赘抛弃在路上，自生自灭。于是我更加仔细地照料他。楚怀之还算争气，没死在路上，倒是我累得半死不活，最后趴在榻前睡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身上披了件狐皮大氅，身体暖洋洋的。马车依然在奔波，偶尔的震荡使得桌上烛火明灭摇晃，光影为之颤动。楚怀之拿了笔墨练字，举手投足间优雅贵气，云淡风轻的模样，仿佛外面的兵荒马乱与他不沾半点关系。前面忽然传来躁动，我继续看他练字，没有出去打探，只零碎听到有家仆失踪的字眼。管家挨个过来问人，有没有见过那2名失踪的家仆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我茫然地摇头，不曾见过。虽然不曾见过，但心知肚明。管家只问了一声，便唏嘘着叹气走人了。远行队伍浩大，走丢1、2个家仆不是什么大事。待管家走后，楚怀之放下笔，清冷黝黑的瞳孔染上丝丝光亮。他抿唇轻笑：阿英，往后我们是一路人了。摇曳的烛光下，绝美俊逸的面容似鬼魅一般，惊艳脱俗。我闷哼一声，别过脸不说话。马车内弥漫着略微苦涩的药味，但一点也不难闻。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，他向来都掩饰得很好。我们奔波了将近1个月，才跟随队伍抵达南边的都城。来此逃难的皇亲国戚也纷纷在此落脚。乱世之中，昏庸的皇帝终于有所醒悟，开始广纳贤才，准备东山再起，夺回都城。家主不愿让长公子冒风险，便向皇帝举荐自己冷落了多年的二公子楚怀之。即便这仗打输了，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。没人会心疼一个苟延残喘数年的病秧子，哪怕他有经世之才。世上不缺经世之才。皇帝感叹他的才华，又心疼他的病躯，便特地命人为他造了一顶轿辇，护送他出行。我开始陪同楚怀之出府邸赴宴，宴席上昭阳公主一眼相中了他。听闻楚家2郎龙章凤姿，文采出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昭阳公主是皇帝最疼爱的女儿，过得自然是众星捧月的好日子，没人敢不顺从她。楚怀之握紧我的手，将我带至席位。宴席上，众宾客推杯举盏，觥筹交错。昭阳公主3番几次想要向他敬酒，都被他婉言推脱。怀之自幼身患重疾，恐无法饮酒。听着他的话，我不禁想起成亲当夜，他也是这样对我说怀之自幼身患重疾，恐无法行房的态度。原来那个时候他也是一样看不上我啊。昭阳公主扫视我一眼，楚怀之忽然站起身来，有意无意地将我遮挡在身后，举起茶杯大方坦言：扰了公主的心，怀之实在抱歉，只能以茶代酒，自罚3杯，以敬皇威了。我听出阴阳怪气的韵味，昭阳公主尴尬不已，只好笑着打圆场：这是哪儿的话，今日相聚便是有缘，没有皇威一谈。诸位尽管开怀玩乐，尽兴即可，不必拘谨。这场本该属于我的浩劫，就这样被楚怀之轻而易举化解了。我在心里感谢他。自从楚怀之当众得罪了昭阳公主，我便感到事情不妙。不久以后，楚怀之接受圣命，前往战场前线商议战事。是的，让一个脆弱如玻璃的病秧子上战场商议战事，看似提拔，实则罪成。我有些愧疚，如果不是替我挡酒，楚怀之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可他却不惊不慌，坦然接下这个苦差。不必愧疚，夫妻之间本不分你我。我决定陪同他一起上战场。战场硝烟弥漫，尸横遍野，热血染红土地溪流。现实过于残酷，我承认我被吓到了。血腥味过于浓重，弥漫在狂舞的风中，席卷地上的沙粒漫天飞舞。楚怀之披着狐皮大氅，身量修长，狂风将他的衣袂吹得翻飞。
这于常年不受风的人而言是个酷刑，味道实在难闻。我极力忍住作呕的冲动，忽然又嗅到一缕药香，视线被身旁人遮挡住。阿英，别看。楚怀之声音温润，听着莫名令人心安。我问他，我们会死吗？他将我的手拢入手心，不会。前来接应我们的将军人高马大，身强体壮，腰间的佩刀又沉又重，刀鞘上血迹斑斑。受圣上所命，臣等特来接应军师大人。文弱儒雅的楚怀之站在他们面前，言语谈吐大方，语气不温不冷。久闻将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气度果然非比寻常。他将我拉到身后，气势丝毫没有败下阵来。要不是每天给他熬药，我几乎快忘了，这位曾是我那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病弱夫君。夜间温差很大，我缩在营帐内，裹紧被子，还是冻得直哆嗦。楚怀之回来的晚，瞧见我瑟瑟发抖的样子，不由笑道：“很冷。”其实也还好。我坐起身，故作淡定。他在前线商讨战事，我不想给他拖后腿。战营内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，五大三粗的将士们非常看不起那样病弱的他，尽管军队在他的带领下首战告捷，连带着对我的言语也粗俗又难听。但楚怀之丝毫不畏惧。不等调侃的士兵反应过来，楚怀之已经拔出长剑，当场将对方封喉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剑起剑落，血溅3尺。有几滴溅到他如死人般苍白的俊美容颜，溅到他的狐裘大氅上，显得莫名的瑰丽诡异。在场各位可有不服？他眉宇间阴寒狠厉，扫视一圈众人，才缓缓扯动薄唇，冰冷地吐出2句话：生亦何欢，死亦何哀。死亡之谈对常年备受病痛折磨的楚怀之而言，似乎早已不值一提，所以杀个人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大事。他就算把自己作死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将军听闻以后，连忙赶过来处理后事。将军知他运筹帷幄，满腹经纶，是不可多得的惊世奇才。加上战事紧迫，国家安危为首要，便也不好为难他。自此，没人再敢不服楚怀之。不一会儿，有下人端来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。随着室内温度直线上升，总算是多了几分暖意。他解下外袍，掀开被褥挤了进来，轻轻环住我的腰身，薄唇贴近我颈侧，热气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洒在我皮肤上，像是有火烧在我身上。我身体僵住，顿时冷意全无。楚怀之轻笑出声：“这样就不冷了，这样就不冷了。”其实这句话他很早以前也对我说过。有一年冬天，屋内的炭火烧得快，不知怎么的，到了夜间温度就直线下降。可我分明取够了数量，怎么会突然不够呢？楚怀之咳得严重，眼尾微微泛红，脸色苍白如屋檐上的覆雪，毫无血色，虚弱的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死去。我愧疚之余，准备起身穿衣，到库房取炭块。他却拦住我：“不必麻烦，外边雪大，将就一夜也无妨。”于是我更愧疚了，紧紧搂住他：“这样会好点吗？”他也顺着我的话接下去：“这样就不冷了。”陪楚怀之在营帐的第3个年头，将士们终于击退胡人，准备启程班师回朝。但常年在外，环境无比险恶，楚怀之原本有所好转的病情又开始加重。好在有几位医师随行，保住了他的性命。皇帝举兵迁回国都，楚怀之的地位一跃千丈，成为位高权重的权臣，顺理成章继承家主之位。兴许是权力大了，楚怀之开始对生命产生了渴望。他开始渴望活着，渴望长命百岁，便向天下招揽名医。新来的医师叫江陵，是位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她生得灵动活泼，笑容明媚纯真，走路时总带着一阵风。她的到来使得原本冷清的府邸多了几分生机。江陵闲时总喜欢围着楚怀之请教诗书经文，我则一心打理我的药园，活像一个局外人。江陵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，看一眼我精心栽种的草药，连叹2声：“错了，错了，用这等俗物熬药，怎么可能治好大人？”他蹲在我身侧，伸手就把下一株草药放到鼻前闻了闻。我有点心疼我的草药，但又不好发脾气，毕竟楚怀之在他的照料下
病情却有了很大的好转。那用什么？江玲冲我笑了笑，伸出洁白如玉的手腕，拿来一把匕首，划破细嫩的肌肤。鲜红刺眼的血液骤然涌现，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，渗入灰褐色的土壤。他的袖间钻出一条黑红到发亮的蜈蚣，千足游动着爬向他的伤口，贪婪地吸食他的血液。而他似乎并不惧怕，相反，他看蜈蚣的眼神充满了怜爱。我吓得两眼一黑，差点发出尖锐的报鸣声。楚怀之的病情日渐好转，我精心打理的药园也没了用武之地，但看着空荡荡的药园，我又觉得还是种点什么好。左思右想下，我命人栽了几棵桃树，这样每年的春天我可以欣赏到桃花，还可以用桃花来做桃花酿，夏天又能吃到果实，一举两得。我一心栽培我的桃树，与它们日渐疏远，不问世事。有时我也会刻意避开与它们碰面的机会，尽可能不撞见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，知道的太多不是好事。楚怀之也察觉到我有意无意的疏离。夜间，我下意识往里缩了缩，他转身环住我，冰凉的俊脸贴近我发间，气息也是冷的，冷得不像正常人。怀之进来可是做错了什么？楚怀之压低了声音，不解中透着委屈。我没反应过来，什么？你厌我？他不冷不热地答复我，似乎在陈述什么他不愿承认的事实。我回头看他，视线跌入他幽邃空洞的瞳孔后，又若无其事地挪开视线。那应该是你多虑了。楚怀之笑了笑，是吗？可我总感觉你想离开我了。我哑然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因为我确实是在等待回家的日子。系统已经炸死好久了，我怀疑我被永久遗忘在这个时空里了，并且有证据。见我没有否认，楚怀之瞳孔骤然一缩，语气十分僵硬。阿英可是有别的心上人了？当然没有。我不敢置信，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楚怀之收紧手上的力道，将我搂进怀里，冰凉的唇吻上我颈侧，好似有冰水在我身上流连。既没有别的心上人，便别再躲着我了，好吗？他委屈极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，但我知道，如若我真敢有别的心上人，他一定会手段残忍地将其杀之。想到这里，我试探性地对他说，我听说你最近干了很多坏事，比如嗜杀成性，听不进任何一句谏言，残害忠良性命，再比如用人血饲养蛊虫，好让自己长寿什么的。楚怀之顿了顿，语气冷了几分，我想长长久久地活着，有错吗？阿英不想与我长长久久地携手相伴吗？他注视着我的双眼，企图从我的眼里看出些什么。明明看我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无害，但我却感受不到一丝温度。那个温润如玉的贵公子，忽然就变成了阴暗狰狞的恶鬼，穷凶极恶地盯着他的猎物，随时准备撕咬、啃食。亦或他从来就没有变过。我毛骨悚然。楚怀之望见我眼底难掩的恐惧，十分难以置信。你惧我？你是我身边最亲近之人，你竟也同世人那般惧我？他难以接受，又怒极反笑，失控般的笑道，热泪夺眶而出。一直以来，楚怀之都将温润儒雅扮演得淋漓尽致，从没出现过这样失控的场面。他俯身压上来，不等我反抗，攥紧我的手腕，强势不容拒绝，直至我彻底放弃挣扎，咬牙怒声道，尽管我不愿，你也还是执意要逼迫我就犯不成？世人不惧你，是恨你、怨你，拥有经世之才，却为一己私欲残害生灵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残害无辜的生命。我想起街上百姓看我时的恐惧与憎恶，转过头不看他。我惧你，是因为你不曾害过我，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没有立场怨你。感受到我强烈的怨气后，他终于意识到方才的失控，眼底的凶狠被慌乱所取代。他放轻力道，转而轻抚我腕上的血管纹路，冰凉的指尖携带丝丝凉意，痴迷地顺着血管的走向游离。又轻又冷的触感，犹如尖锐的利刃划开所及的每寸肌肤，皮肤下的热血融化他指尖的冷意。他亲吻我的手指，气息同他眼角的热泪一般滚烫炙热。自阿英到我身边起，陪我守岁，过生辰，伴我度过苦海，度过无数个日夜，伴我饱受世人冷眼欺辱。
我将阿英视为亲近之人。何为亲近之人？肌肤之亲，骨血相融。说着，他自嘲地笑了2声。可我竟悟不出阿英心里究竟有没有我。他贴近我的唇畔，似愉悦，又似痛苦地祈求我。活像虔诚的不能再虔诚的信徒，无比渴求神明的庇佑与怜爱。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亲昵，连带空气都变得燥热起来。阿英，我只有你了，怜怜我好吗？这场仗我打输了。看似是他恳求于我，实则我于他掌控之中。不知不觉，我也被这个世界同化了。我与楚怀之的关系又恢复回原来的模样。他有意而为之，有意靠近我，有意讨好我，有意维持我们体面的婚姻。他对我依然很好很好，甚至更好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个月，诈死多年的系统终于带着天大的好消息复活。恭喜宿主达成白月光的成就，接下来您的任务就是早死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该怎么早死？我死寂已久的心终于复燃。系统思考片刻，答复我：1周后，宿主可借烧香拜佛的理由出门，这边自会为您安排。切记，不可让楚怀之发现哦。好。我望着门外花市正盛的桃树，点点头。可以带上我自己做的桃花糕吗？系统支支吾吾，原则上是不可以。那就是可以了。1周后，我带上桃花糕，准备根据系统的指示出门烧香拜佛。楚怀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视线落在我手中的桃花糕上，有一刹那的失神。你不曾为我做过糕点。很尴尬。我忘了，以前我都是忙着为他煎药，确实没有为他做过糕点。我也没想到，吃惯山珍海味的人居然会惦记我亲手做的糕点。还跟以前一般，他从来不会同我计较一些不必要的琐事，准确而言是影响夫妻感情的琐事。他很用心在维持这段婚姻，最终他只是摸摸我的脸罢了，早去早回。我强装镇定，确保自己没露出破绽，才对他微微一笑。好。坐在出城的马车上，系统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述剧情走向。根据剧情走，接下来会出现刘匪企图侵犯你，然后你将宁死不屈，最终悲壮地死在刘匪刀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那个能不能来个无痛的死法？系统琢磨了一会儿，给我提出解决方案。这样吧，我可以跟上面申请一下，下刀的时候减轻你的痛感，尽量降到最低，像蚊子叮咬那样行不？别告诉我，蚊子叮咬你都受不住。我咬牙点头，行吧，成交。寺庙在城郊外的深山里，需要坐马车走挺远的路。事情也如系统所想，果真来了刘匪。刘匪个个手持白花花、明晃晃的大刀，将我的马车团团围住。但令我们都没想到的是，楚怀之带人来了。很快，刘匪被他带来的人斩于刀下。我懵逼了，系统也懵逼了。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，这可怎么办？楚怀之翻身下马，抬步走向我，将我从地上拉起来。他指骨冰凉，看我的眼神也是冷的。我鲜少看到这样的他。你似乎……他薄唇轻启，缓缓开口，很不希望我来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反应飞快，急忙栽进他怀里，尽可能避免与他对视，生怕被他看出点什么。我刚刚被吓到了，幸好你来了，否则我可能就要命丧于此，再也见不到你。我急着为自己解释，拼命挤出眼泪。也不知楚怀之有没有怀疑我，但他也没有继续逼问，只是轻轻抚慰我的背。阿英可还要上山？我点头，来都来了，装也要装到底。他眼底多了几分柔和，牵起我的手，我陪你。我们来到寺庙烧香祈祷。向来不信神佛，不信因果报应的楚怀之，竟也在我身侧虔诚跪拜，一边吐露生灵，一边又面若菩萨地跪拜佛祖。我侧目看他，又在他睁眼前收回视线。我发现我从来就没看懂过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发现街上的民众对我们皆是避之不及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我放下帘子，望向一旁闭目养神的楚怀之。你相信因果报应吗？楚怀之缓缓睁眼，深邃阴厉的瞳仁不知思索着什么，最后冷笑出声。
报应，尽管来找我好了。我沉默，他的眼底多了一抹慌乱，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不对的话，至少不该用那样的语气对我说话。于是他也沉默了。楚怀之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，但我跟他的相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不知该怎么面对他，就像他也不知该怎么面对我一样。好消息是系统给我第2次死盾的机会。宿主大人，我又跟上面申请了，这次是以生命流失的方式进行死盾。请放心，在此期间，你不会受病痛折磨，只会感到生命的加速流逝。这下楚怀之可阻止不了了吧？见我回家意志坚定，系统不禁问我，其实楚怀之对你挺好的，你心里当真一点都不喜欢他？我坚定地回答，喜欢啊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一个温柔体贴的伴侣。在这个弱肉强食、争权夺利的世界里，他即便做过再多坏事，也把我保护得很好。但是再喜欢，也不能家都不回了啊。我在原本的世界里，有在乎的亲朋好友，有我所追求的目标，还有很多很多想做但没来得及做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本就应该活在那个充满自由、民主、和平的世界里啊。如系统所言，我开始从倍感精神到疲劳困倦，就像我精心栽种的桃树一般，从落地生根到落叶归根，自然枯竭，等待来年春天再向死而生。有时楚怀之想跟我说点什么，我都已经困得听不进去。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找来江陵替我诊治，却又什么都诊治不出。江陵无奈地摇摇头，对楚怀之说，少夫人身体并无异象，强行用蛊只会损其身体，无法强行续命。楚怀之雷霆大怒，但碍于我在，愣是饶过了在场所有人。他坐在我床边，急得眼睛通红，将往常的云淡风轻、淡定自若尽数抛之脑后。为了不让我担心害怕，又压下心中的慌乱烦闷，一遍遍安慰我，安英莫怕，我会找人治好你的。往后楚怀之又陆陆续续换了多位名医，得出的结果都一样，日复一日的汤药从不间断。我连连叫苦，系统有办法把这药变成糖水吗？系统，请你清楚我的定位，我是系统，不是神仙。很快我找到了办法处理这些喝不下的药，那就是在无人的时候偷偷倒进后院的桃树底下，在扒来野草遮盖住痕迹。回头我就看到了楚怀之，他负手立在庭前，静静地注视着我，良久不曾开口。一袭长袍被风吹得凌乱飘逸，莫名有些洒脱感。在他眼里，此刻的我像个怪胎，生了病却不愿意治病。他十分不解，也无比怨愤，但到底忍住了不怪罪于我，只尽可能平缓语气，轻声对我说，阿英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聪明如楚怀之，他早已感知到我的不对劲，感知到我迫不及待想要离开，但他不知道我离开的缘由是什么。身居高位的楚怀之最擅长刑罚逼问，他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很庆幸自己在他心里多少有点特殊性，他不会严刑拷问我。在他眼里，我们之间最大的隔阂就是害人这件事，所以我不需要老老实实向他招供。僵持过后，到底还是他主动开口，阿英，你若是怨我，大可责罚我，骂我，但不该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惩戒我。这跟我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了。原本我想死赖着，怨他害人，让他理亏，现在成了我理亏。良久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怀之，我想回家了。我很久没回自己的家了。楚怀之点头，好。自战乱以来，我在这个世上的家人早已失散。其实自打回国都以来，楚怀之就没间断过派人替我搜寻家人，但他们就像消失了一般，无影无踪。他命人修缮好我原本的家，我按部就班地跟随他的步伐，但病情并没有好转，生命的流失使我越来越提不起精神，时常要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。我跟楚怀之像是调换了位置，以前是他久病卧床，整日宅在狭小的院落里，只有我陪伴他。现在轮到我卧病不起了。楚怀之寻遍世间名医，用尽所有方法，都没能治好我的身体。最终，他精疲力竭，紧紧将我搂进怀里，恨不得揉碎我的血肉。绝望的双眼赤红，
不断有热泪从眼眶夺出，滴答滴答落在我脸上。阿英，从今往后，你说什么，我便听什么。你尽快好起来，好不好？阿英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再后来，楚怀之终于意识到了什么。我指的回家，跟他所理解的不一样。我认为他自小封闭在院落里，对家没什么概念，自然也不理解我对家的执着。没想到，他眼底再也没有过多情绪，只是死气沉沉地问我，我们的家就不是家吗？阿英答应过，要伴我一辈子。也是假的。他的问题把我问住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选择告假回来陪伴我。以前我怎么照顾他，他现在就怎么照顾我。知道阻止不了我回家的决心，他也放弃了喝药，遣散了江林等一众医师。我有些不解，他只是静静地把我抱到腿上，跟以前一样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抚我的背，陪我坐在软榻上，看窗外的花开花落。正值春季，桃花烂漫。我看到他苦涩的笑容，跟他亲手为我熬制的汤药一样苦。没有阿英，我便不再需要偿命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